莱利亚努力让颤抖的声带平静下来，说道：“格里菲斯，我脖子上有个哨子，拿到我嘴边，这是祭司们用的哨子，目的不是把祭司们叫到这个地方，而是让那些策划这一切的人退缩。”格里菲斯一边盯着野兽，一边慢慢的把手伸向莱利亚的脖子后面。野兽在远处判断着形势，莱利亚低下头，看到自己破烂的衣服被野兽的爪子划破了，里面的伤口肯定很严重。尽管如此，莱利亚还是背着卡利克斯挺直了身子。“你不害怕吗？”格里菲斯很惊讶，而且他直直地盯着野兽的眼睛，确切地说，他眼睛都不眨一下，仿佛绝不会在与野兽的对峙中落败。实际上，这是极度恐惧导致的结果，但在格里菲斯眼里，莱利亚看起来就像要把野兽生吞了一样。格里菲斯非常缓慢的成功把哨子递到了嘴边，莱利亚用尽全力吹响哨子时，流着口水的野兽朝他冲了过来。与此同时，格里菲斯举起了他之前找到的一根长树枝，尽管野兽朝他冲过来，莱利亚还是站在原地，既不躲避也不转身。卡利克斯在他背上，他绝不能转身。哐，一切都在瞬间发生。格里菲斯挥舞着树枝，挡住了莱利亚身前的路。与此同时，一道白光闪过，这格里菲斯喃喃自语，对自己突然发出的从手中射出的白光毫无察觉。而莱利亚，哦，我的天啊，我还活着，干得好，格里菲斯！看起来格里菲斯觉醒了神力，在小说里提到过，他在回国前夕觉醒了神力。莱利亚听说过，人在濒临死亡的时候，普通人也能使出神奇的力量。他猜这就是格里菲斯的那个时刻，但奇迹不会降临2次。野兽又朝格里菲斯冲了过去，而他无法再使用之前的神力。野兽跑过去咬住了格里菲斯的胳膊，他尖叫着试图甩开，一道光从格里菲斯的胳膊里涌出，这是情急之下激发的。咬了格里菲斯胳膊的野兽再次与他们对峙，野兽的牙齿间滴下口水和鲜血，那是格里菲斯的血。“你没事吧，格里菲斯？”莱利亚满怀懊悔，无助地问道。就在这时，一个低沉的声音从莱利亚脖子后面传来：“卡利克斯醒了。”卡利克斯一睁开眼睛就眨了眨，面前有一只野兽在咆哮，这是一只真正的野兽，不是梦是真的。他意识到自己在某人的背上，很有可能这是利奥王子的背。卡利克斯从莱利亚背上下来，把他推开，因为一只脚严重扭伤，他很难使上力气，但卡利克斯还是站直了身子，从怀里掏出一把小匕首。不，就在同一时刻，被推开的莱利亚尖叫起来，但却无法阻止瞬间发生的事情。这时，一头狼猛地扑了上来，把卡利克斯扑倒在地。难道小说的命运无法改变吗？莱利亚紧紧闭上了眼睛，他闭上眼睛的这一会儿，感觉时间无比漫长。在故事里，卡利克斯在这一天会被野兽咬掉一条胳膊。尽管如此，卡利克斯用另一只手握着大剑，打败了巨龙，成为了一名伟大的战士。除此之外，他还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做出了无法挽回的牺牲。虽然他没有死，但却是一个没人会为之感到高兴的受害者。所以，莱利亚无法对卡利克斯坐视不管，至少保住一条胳膊。即使他成为了拯救世界的英雄之一，他也想把那条失去的胳膊还给失去一切的卡利克斯。然而，一切都失败了，泪水滑落，他因为愧疚紧紧闭着眼睛。然而从现在起，对于那些不可避免的事情，他无能为力。莱利亚怀着坚定的决心再次振作起来。然而当他睁开眼睛时，看到的景象和他预期的有点不一样。卡利克斯浑身颤抖，紧紧握着匕首，刺进了野兽的脖子。他的胳膊没事。莱利亚感觉双腿发软，一阵战栗传遍全身。野兽抽搐了一会儿，很快就断了气。卡利克斯坐在那里，拔出插在野兽脖子上的匕首，受伤的脚踝让他浑身发热。他艰难地呼出一口气，只为了强撑着睁开双眼。如果这是货真价实的野兽，你早该告诉我这是真的。你这个笨蛋，我告诉过你了，你这个笨蛋。听到这话，卡利克斯转过头看向野兽的尸体。就在这时，野兽的身体像沙子一样散落消失了。看到这一幕，卡利克斯的眼皮跳了跳。真的，这是真的，我亲叔叔居然想杀我。这只野兽本身并非由魔法幻化成沙，但让野兽尸体消失的是一种使用沙子的魔法，这是只有沙漠之国阿斯卡德帝国才会使用的魔法。卡利克斯，冷静点，至少你的胳膊没事。但我没说出口。莱利亚把话咽了回去，又一次在卡利克斯面前蹲下，背过身去，爬到我背上来。现在还不完全安全。卡利克斯流着滚烫的泪水，咬着牙强忍着啜泣，他还是慢慢的起身，凭借自己的意志爬上了莱利亚的后背。当他们快到山脚下时，发现他们3人的新兵们一脸震惊的跑了过来，而莱利亚、卡利克斯、格里菲斯3人并排倒在了地上，仿佛事先约好了一样。莱利亚醒来时，看到面前有一双红红的眼睛，泪水从那双眼睛里流下来。是奥斯卡。莱利亚很快听到了罗密欧的声音，他缓缓坐起来，眉头紧皱，他环顾四周，这里像是寺庙里的病房，然而他左右两边的床都是空的。您终于醒了，王储殿下。站在另一边的牧师走了过来，她是一位女牧师，声音非常平静。莱利亚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身体，腹部的皮肤似乎被划破了，但也许是因为治愈魔法，她感觉不到任何疼痛。莱利亚倒吸一口凉气，瞪大了眼睛。她穿着一件修道服，这意味着有人给她换了衣服。她的内衣肯定沾满了泥巴，是谁给她换的内衣？我觉得我要被发现了，我要被皇帝杀了。看到莱利亚的表情，瞬间变得惊恐万分。女牧师躬身行礼，她在莱利亚耳边轻声说：“是我给您换的衣服，只有我看到了您的衣服。换衣服的时候没有其他人在，所以请您放心。”莱利亚眨了眨眼，牧师把食指放在嘴唇上一会儿，然后拿开，这是一个默契的信号，表示他什么都不会说。莱利亚咽了口唾沫：“你怎么了，队长？”他看起来还没恢复。莱利亚抬手摆了摆，声音虽不算洪亮，却清晰有力：“不，我没事。”这时门突
突然开了，开门的是卡利克斯和格里菲斯。也许是因为两人都接受了治愈魔法，看起来完全没事。莱利亚尤其注意到了卡利克斯的胳膊，太好了，如果像小说里描述的那样，胳膊伤得那么严重，即使有治愈魔法也不可能恢复。幸运的是，这次他的脚踝只是受了点轻伤，看起来没事了。莱利亚松了口气，喃喃自语道。两人表情严肃地走了过来。格里菲斯说，你也应该去见一下高级牧师，我们要正式就这件事提出抗议。什么？莱利亚抬头看着格里菲斯，你不打算这么做吗？你是奥拉利亚的王储，我和他也都是皇室成员。莱利亚有些犹豫，既然发生了这么大的一件事，让其他王国知晓并展开全面调查是神庙的责任。在原著中，卡利克斯的胳膊被砍掉了，这件事传到了各个王国孩子们的耳中，消息如野火般迅速传开，使得局势失控。而卡利克斯的叔叔阿斯卡德国的皇帝竭尽全力封锁这一消息。阿斯卡德皇帝宣称，在我侄子遭遇这些事情后，我的内心悲痛万分，我们绝不能忘记我们把孩子送去神庙的原因，因为受害者所在国家的皇帝都这么表态了，其他帝国也不好采取太多行动。神庙最终向每个王国道歉，并向他们保证这样的事情绝不再发生。在那之后，神庙采取了极为严格的措施来确保孩子们的安全。我好奇卡利克斯在失去一条手臂后，处于那样的情形下会有怎样的感受？在原版故事中，卡利克斯知道他的叔叔试图杀他，然而他无法将此事告知任何人，因此也得不到任何帮助，这是意料之中的。毕竟他的亲叔叔都想要杀他，他还能信任谁呢？而且其他孩子开始避开卡利克斯，因为他的生命正处于危险之中。莱利亚有些不安地看着卡利克斯的眼睛，问道：其他孩子知道这件事吗？卡利克斯微微摇头，缓缓说道：不，我觉得他们还不知情，这是件好事，那就别让他们知道，我不想让他们知道。哦，队长，你肯定是疯了。四个人异口同声，但莱利亚很坚决，我求求你们保守这个秘密。说实话，如果我父亲知道了，我们就有大麻烦了。实际上我父亲他对我保护欲极强，简直是呵护备至，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他每天都要亲吻我，而且要是我不在他怀里，他就睡不着觉。即便说这些让我都觉得要吐了。不管怎样，你觉得要是我那保护欲过强的父亲知道了这件事会发生什么？他肯定会开始变得歇斯底里，那我也会变得很伤心。所以求你们了，我会满足你们每个人一个愿望，所以咱们保守这个秘密吧。你们不觉得这样挺好吗？只要你们几个不说就行，我无所谓。卡利克斯思索了一会儿后回答道，既然你都这么说了，格里菲斯也同意了，我不想这样。队长，你是不是脑袋中弹了？想想清楚啊！罗密欧生气了，我们差点就死了。你被狼咬了之后是变得更蠢了吗？还是你一直就那么傻？是不是因为你刚睡醒，脑子还不好使啊？罗密欧，你最好闭嘴！但莱利亚更是愤怒的大喊：好吧，我没权利抗议这个愚蠢的队长，你们爱咋咋地。罗密欧像之前一样气呼呼地离开了房间。那个蠢货，我真不敢当他的队长。莱利亚小声嘟囔着。奥斯卡抓住莱利亚的胳膊，想让他冷静下来。哦，我的天，冷静点。对不起，罗密欧本来就有点怪。好吧，我忍他。很抱歉，我刚才提高了嗓门。奥斯卡一直在听他们对话的卡利克斯说：嘿，刚走的那个人，他为什么叫你队长？你为什么要装作老大？我在这儿没装作老大，是他们自己想这么叫的，他们就想这么称呼我，我能怎么办？莱利亚简短地回答道：是这样吗？所以那意味着，如果我们想叫你队长，我们也能这么叫。就在这时，格里菲斯咧嘴一笑说：我也一样。最终，莱利亚把未来会打败恶龙的4位英雄都变成了自己的手下。从那天过后，几天时间过去了，当这起事件的受害者要求对发生的事情保密时，牧师们觉得这简直是意外之喜。大祭司们亲自来找我们并道歉，并且向我们保证这样的事再也不会发生，还承诺他们会彻查此事。而且我知道这次调查不会有任何结果，他们说会彻查，但最后什么都没查出来。这件事是一位高级牧师和阿斯卡德皇帝合谋干的。总之这件事之后，一切又恢复了平静。莱利亚在自己房间里闲逛了几日，牧师们甚至不敢要求那几个孩子去参加祈祷仪式。莱利亚无论做什么，他们都像罪人般低头。莱利亚唯一感到很不舒服的是，他不明白为什么这些孩子总来自己房间玩。这4个孩子每天早上都会像上班一样聚在他房间，还不去参加祈祷仪式，整天混在一起，累了就各自睡觉。过了一阵子，他们让牧师在莱利亚房间旁的空房间放了张床。莱利亚虽觉得很不自在，又因无法说出实情，只能默默忍受。从那天起，莱利亚便与这4个小学生开始了奇怪又别扭的同居生活。莱利亚甚至在吃饭的时候都想离他们远点，因为他醒得早，就赶紧洗漱完，匆匆去食堂吃早饭。莱利亚开始大快朵颐，因为专注于食物，他没察觉到周围孩子们的目光。女孩子们小声嘀咕着说就是他，听说他们都叫他队长，还是奥拉利亚的王储，还感慨他好酷。这时一个女孩向他打招呼，莱利亚惊讶地转过头，看到一个漂亮女孩坐在旁边微笑着。莱利亚心想好漂亮，不自觉也向女孩打招呼：你好，你是奥拉利亚的王储对吧？莱利亚一时间有些紧张。你是奥拉利亚帝国的皇室成员吗？我来自尼西亚帝国，我父亲是切尔内兹伯爵，你找我有什么事？莱利亚灿烂地笑了笑，女孩脸微微一红。我只是想和你亲近点，你平常只和男孩子一起玩对吧？啊，你说的是那些家伙？是的，他们都叫你队长。我觉得这真的很了不起，没什么大不了的，我想这只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事罢了。莱利亚若无其事地耸了耸肩，她感觉自己好像成了个大人物。莱利亚有点可怜自己，之前还郁闷了一阵，但她没表现出来，而是对着女孩微笑。她想在其他孩子面前保持良好的形象，那4个当她手下的家伙，她才不管呢，要营造一种亲切、稳重又友善的形象。嘿，不过怎么了？你有什么想问的就尽管问。格里菲斯有没有跟你提过我？实际上，格里菲斯是我的未婚夫。哦，原来是这样啊，所以
他想问关于格里菲斯的事。莱利亚思索了一会儿后说，我和他没怎么深入聊过私人话题，除了是朋友，我甚至都不太和他交流。就在这时，食堂的大门猛地被推开。队长，莱利亚看到卡利克斯在远处朝他挥手，还有另外3个人，你怎么一个人跑这儿来了？在房间里没找到你，可把我们吓了一跳。卡利克斯走过来，拍了拍莱利亚的后背，说道，他们已经醒了，你们这些该死的吸血鬼。下次再聊吧，再见。坐在莱利亚旁边的女孩惊讶地站起来离开了。刚刚那个人是谁？奥斯卡苦涩地咕哝道。队长，那个女孩是谁？你是想找个女朋友对吧？罗密欧挑起一边眉毛问道。其他人则盯着莱利亚。莱利亚皱起眉头，瞪着格里菲斯，没有回答他们。格里菲斯一声不吭，或许是因为他知道那个女孩是谁。莱利亚耸了耸肩，她怎么会是我女朋友？她是格里菲斯王子的未婚妻。未婚妻？你有未婚妻？卡利克斯转头看向格里菲斯，这里有谁没有未婚妻吗？罗密欧惊讶地问道。我没有。奥斯卡回应道。罗密欧蓝色的眼眸闪烁着，你真没有？还有你，队长，你也没有吗？要是我是个男孩，皇帝早就给我定下未婚妻了，但我敢肯定，对于他唯一的儿子，皇帝肯定会挑挑拣拣，所以我觉得利奥王子还没有。4个人都盯着莱利亚，等着他回答。莱利亚最终想出了一个巧妙的答案。我听父亲提过一些，因为我体弱，我不想让你们担心，所以就没提这事，是觉得你们根本不会在意。我想我有个未婚妻，也可能没有，这就是不确定策略。听了莱利亚的话，4个孩子纷纷点头，说有可能是这样。你说你身体虚弱，那个把我背下山的人会虚弱。卡利克斯轻弹了一下他的前臂，说道，你可能看起来弱不禁风，但实际上力气还挺大的，不是吗？那天要不是牧师给我治伤，我的手臂肌肉都要废了，要是你再晕倒，我可背不动你了。卡利克斯，你应该感谢我，你知道我当时为了救你，那天我可是使出了超人般的力气。队长，如果我有危险，你也会这么做的对吧？罗密欧思索了一会儿问道。罗密欧对莱利亚茫然的表情很生气，哈，你是认真的吗？我可是第一个和你亲近的，你不记得了？你撞到头了，我记得，我知道，当然我会帮你。莱利亚面无表情的回答。罗密欧笑着说，这就对了。对，队长，那么您同样也会为我这么做，对吧？奥斯卡战战兢兢地问道。奥斯卡，我随时都能背得动你。奥斯卡咧嘴笑了，用拳头捂住嘴。莱利亚拍了拍奥斯卡银色的头发，他真的很像他的弟弟。仔细想想，奥斯卡和他眼睛颜色不同，但头发都是银色的，叫他弟弟也不奇怪。他看起来像个小精灵，这么可爱，简直是犯规。你真的比我年纪大吗？要是我有个弟弟，感觉会是这样吗？莱利亚突然想起什么，对奥斯卡说，奥斯卡，我们头发颜色很像，他们可能会以为我们是姐弟。队长，偶尔也该闭上嘴。罗密欧和卡利克斯异口同声地说。这时仆人端着饭菜出现在他们桌前，和他之前吃的一样。开吃吧 boys， 莱利亚热情地喊道，开始享用他的第2餐。用餐过后，莱利亚和朋友们回到房间，孩子们坐在巨大的沙发上，小口喝着仆人端来的茶。或许因为他们都出身王室，喝茶的姿势都十分优雅，莱利亚也尽量模仿他们的样子。喝茶，我们别闷在这房间里了，出去玩吧。罗密欧提议道。我们去哪儿？花园吗？牧师会让我们出去吗？这个神圣中立区是一座非常大的城市，城市中央有一座大寺庙，周围环绕着商业区，孩子们住的地方是寺庙内尽头的一座大型建筑，安保很严密。罗密欧可怜兮兮地叹了口气说，仔细想想，自从那件事之后，我们知道了寺庙的一个弱点，要是他们发现了这个，对他们可没好处对吧？出人意料的是，罗密欧还挺聪明，大家都兴奋起来。莱利亚也对寺庙外面的世界很好奇，他年纪不大，但一辈子都在皇宫的角落里度过，现在又待在这里，当然他没什么可抱怨的，因为能吃到很多食物。现在该好好管教一下牧师了。我们出去吧，你们不觉得他们会给我们派保镖吗？莱利亚一下子站了起来，好，我决定了，我们出去。但奥斯卡从沙发上跳下来，朝他们放床的房间走去。我要睡觉，你们去吧，我们一起走吗？罗密欧问道。莱利亚看着门关上，多的地方对他来说会很可怕，考虑到奥斯卡可能有焦虑症，这对他来说会很难。有什么能帮到奥斯卡的吗？思索了一会儿，莱利亚想到了些什么，很快他像是下定了决心似的说，我们走吧，我们就把他丢下嘛。罗密欧问道。莱利亚没有回答，只是催促其他人。当他们提出要出去时，牧师吓了一跳，但他们拿上次的是威胁之后，牧师跑去向上级牧师报告。过了一会儿，他们终于得到许可，还派来了5名骑士。他们的活动范围被限制在附近热闹的街道，但这已经足够了。住在中立区的大多是寺庙成员和圣殿骑士的家属，还有很多在寺庙工作的仆人以及普通商人。这里不是旅游景点，所以没那么热闹，但毕竟是商业区，因此城市里还是熙熙攘攘的。这里并不华丽，但仅仅是在市中心走走，他就感受到了一种自由的感觉。这比我们玫瑰梅帝国热闹的街道可差远了。我没什么特别想看的，真麻烦，但这里挺整洁的。莱利亚听着另外3人交谈，他看上去就像从未到过市中心一样。罗密欧特意看向一脸兴奋的莱利亚。就在这时，莱利亚在一家店铺前停了下来。莱利亚看着展示橱窗里一只大大的兔子玩偶，嘿，你不但是个娇生惯养的公子哥，还抱着玩偶睡觉啊？卡利克斯皱着眉头问道。安静点，莱利亚朝他的下属们喊道，然后走进了玩偶店。因为他3个男孩和骑士们都挤在了这家小店里。当穿着修道服的孩子们和圣殿骑士们一拥而入时，店主吃了一惊。穿着修道服的孩子可能看起来像小牧师，但普通的小牧师身边可不会跟着这么多圣殿骑士，显然他们是皇室成员。店主眼睛一亮，这是个提高销售额的好机会。中立区孩子不多，生意倒也不算差，但光顾店铺的都是皇室成员，这可是个卖掉那些之前不太好卖的昂贵玩具和存货的机会。但与店主的期望相反，莱利
莉亚选的是一个非常小的玩偶，一只毛绒兔子。卡利克斯对莱利亚的选择表示不满，你确定要买这个吗？你一般都喜欢玩偶吗？那是女孩子喜欢的东西，有规定说只有女孩子才能喜欢玩偶吗？罗密欧的话刺痛了莱利亚，他反驳道，你有钱吗？莱利亚小心翼翼地问道，但他说话的语气却像个流氓。卡利克斯和罗密欧似乎口袋里都没钱。莱利亚可怜巴巴地看着罗密欧，为什么带他们出来的人自己却没带钱呢？莱利亚把目光移开，看向他最后的希望格里菲斯。格里菲斯，你有吗？你很聪明，我肯定你有。格里菲斯应道，有，我有。莱利亚听闻，眼中瞬间绽放出惊喜的光芒，满是期待地说道，果然如我所想，你是唯一有用的下属，借我点钱，我之后肯定还你。格里菲斯微微挑眉开口道，还什么呀？你要多少钱？莱利亚声音因激动而微微颤抖，耶，你简直太棒了，我就知道。格里菲斯，你这人没得说。格里菲斯嘴角轻扬，语气轻快地说道，好吧，赶紧挑一个。这时莱利亚陷入了沉思，她突然想起了原著中的场景，有2个关于玩偶的情节，一个情节是女主角朱莉安娜把一个玩偶递给奥斯卡，奥斯卡像她鱼塘里的鱼一样也爱上了她。一听说朱莉安娜要嫁给男主角，奥斯卡立刻使用瞬间移动去见她，她表白的有点晚了，朱莉安娜友好坚定地拒绝了她。接着他给了奥斯卡一个小玩偶，说这是我父亲和哥哥们给我买的玩偶之一，是不是很可爱？我都长大了还收到玩偶，感觉有点奇怪，但我很开心，我觉得他会守护我一辈子，我把它当做礼物送给你，不过别告诉我哥哥们哦。我哥哥们说和奥斯卡大人在一起有点不舒服，那时他从父亲和哥哥们那里收到了太多玩偶，以至于他都应付不过来，而且有这么一个说法，他会给遇到的每个人送一个玩偶。被拒绝后回来的奥斯卡看着玩偶自嘲，他是那个杀了父亲登上王位的人。朱莉安娜却一点也不怕他，他甚至还送给他这么贴心的礼物。他本想绑架朱莉安娜，把她关在自己的城堡里，但看到这个小玩偶时，他平静了下来。从那天起，奥斯卡终于摆脱了纠缠他一生的噩梦。我现在送他一个玩偶，这样可以吗？我只能想到这个能帮到小奥斯卡的办法了。莱利亚脸上洋溢着开心的表情，开始挑选另一个玩偶。你第一个玩偶是要送给奥斯卡，对吧？是的，你反应真快。格里菲斯一问，莱利亚就笑着回答。一直在听的罗密欧眨了眨眼，笑着问道，那我呢？我能要一个对吧？你也不行，小气鬼。尽管遭到吐槽，格里菲斯连眼皮都没抬一下，就挑一个。但很快他又这么说道，他假装冷漠，但实际上比看上去心软得多。听他这么说，卡利克斯和罗密欧都一脸认真的开始挑选玩偶。莱利亚像老鹰一样，目光敏锐的仔细观察着玩偶，不知为何，他的心像孩子一样砰砰直跳。如果给奥斯卡选毛绒玩具，是因为那个关于毛绒玩具的情节，那么莱利亚突然也想要一个，则是因为另一个关于毛绒玩具的故事。莱利亚回忆起书中的内容，朱莉安娜这部小说的女主角是一个人见人爱的甜美女孩，但一开始她所处的环境并不优渥，她的父亲是个残忍的人，虐待朱莉安娜。朱莉安娜一直饱受折磨，直到她遇见了某个人，而那个人就是一个所有人都以为已经死了的人——奥瑞利亚的前皇帝珀尔修斯。在成为其弟弟阴谋的受害者后，珀尔修斯失去了他深爱的妻子、刚出生的女儿以及他的皇位。随后他带着双胞胎王子逃离，躲藏了很长时间。于是朱莉安娜的母亲成为了珀尔修斯的妻子，并与他合谋夺回皇位。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段契约婚姻。最终朱莉安娜成为了皇帝的女儿，珀尔修斯召集了他昔日的臣民以及那些对利迪奥斯政权不满的人。在皇位被夺走10年后，他杀死了自己的弟弟利迪奥斯。就在那一刻，奥瑞利亚帝国真正的皇帝归来了。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个时间点，皇太子利奥已经从故事中消失了，因为他在不断被臣子下毒后，已然迎来了悲惨的结局。另一方面，朱莉安娜作为唯一的公主，过着如梦似幻的生活，她渴望与珀尔修斯更亲近一些。这是一段她无法与亲生父亲共度的平静时光。朱莉安娜就像其他孩子一样，渴望能和父亲牵手。珀尔修斯无意间扶开了她的手，当时只有10岁的朱莉安娜受到了伤害。从那天起，每次站在珀尔修斯面前，她都感到沮丧。珀尔修斯注意到这个曾经笑容灿烂的孩子，每次见到他都像丢了魂似的，他很是困惑。最后，他向朱莉安娜的母亲，与他有契约婚姻的皇后请教，他喜欢玩偶，陛下只要送他一个毛绒玩具当礼物，他的气就会消，也会开心起来。于是皇帝带着他去了市中心最大的玩具店，想安抚朱莉安娜的心。在买了玩偶之后，他小心翼翼地牵起她的小手，朱莉安娜终于笑了，她可爱的笑容融化了珀尔修斯的心。从那以后，他就开始为女儿痴狂了。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伤心过。朱莉安娜非常喜欢那个玩偶，每天都抱着他。他的新哥哥们觉得他抱着玩偶的样子太可爱了，也开始给他买玩偶。从那以后，朱莉安娜就有了一个玩偶仓库。那时莱利亚回到了城堡，过着和以前一样的生活，把他伪装成男孩，送到中立区的皇帝和王储死了，新皇帝登上了王位。也是在臣民们讨论该如何处置莱利亚的时候，或许珀尔修斯对这场沉闷乏味的会议感到厌烦了。最终他表示自己甚至连莱利亚的名字都不想听到，所以将此事延后，让他继续留在塔楼里。即便他妹妹的女儿正忍饥挨饿，他也毫不在乎。在他看来，那样做还算不上越界，毕竟莱利亚的母亲爱丽丝公主是折磨珀尔修斯亡妻伊丽莎白的恶毒女配，她绝不可能去帮莱利亚，她可是对她厌恶至极。但朱莉安娜本就是个招人疼爱的孩子，她像个小太阳，浑身散发着爱意。而莱利亚呢，一直是个瘦弱又阴郁的孩子。莱利亚饿得厉害，连当个嫉妒并折磨朱莉安娜的恶毒女配的力气都没有了。她所能做的只是走出塔楼，前往主城堡后的森林寻找野果，仅仅为了活下去。那天的情景浮现在莱利亚的脑海中，朱莉安娜在宫殿后面的小林子里散步时，在一棵大树下睡着了。野餐垫上放着朱莉安娜最喜欢的玩偶，那是她从继父那里收到的第一个玩偶。
还有一些看起来很美味的点心和书籍。就在这时，莱利亚出现了。他在树林里四处寻找野果，看到野餐垫上的甜点时惊讶不已。他又看到了睡在一旁的朱莉安娜旁边的玩偶，那是一只白色小熊玩偶，可爱的让人忍不住想抱在怀里。不知不觉间，莱利亚把甜点放进嘴里，抱起了玩偶，柔软的触感让他十分享受，不知不觉贪心起来。莱利亚抱着玩偶就想拿走。就在这时，嘿，站住！你在干什么？真不敢相信皇宫里居然有小偷。出现的是珀尔修斯皇帝的双胞胎儿子塞德里克和达米安，他们表情冷峻。就是他，对吧？那个欺负我们母亲的姨妈的女儿。喧闹声把朱莉安娜从睡梦中吵醒。我的玩偶。朱莉安娜看到自己心爱的玩偶在莱利亚怀里，惊讶地叫了出来。他之前欺负骚扰我们母亲还不够，现在还想偷朱莉安娜的玩偶。别这样，哥哥们！朱莉安娜说道。朱莉安娜走到莱利亚身边，伸出手。嗨，我是朱莉安娜，那个玩偶是我最喜欢的，希望你能还给我，可以吗？尽管莱利亚偷了他的玩偶，他还是微笑着看着莱利亚。莱利亚小心翼翼地把玩偶还给了他。还完东西后，莱利亚小心翼翼地看着他们，然后悄悄转身离开，似乎生怕又被指责偷东西。等一下，站住！塞德里克命令莱利亚停下。莱利亚慢慢转过头，听他说话，过来跪下，向朱莉安娜道歉。那天，莱利亚在朱莉安娜面前跪了下来，反复说着对不起公主殿下，说了100遍才终于被放过。等他道完歉，珀尔修斯皇帝来了，说该吃饭了，然后把朱莉安娜抱在怀里。朱莉安娜，即便对方是个小偷，他也心怀善意，他的哥哥们对他宠爱有加，甚至到了过度保护的地步。还有珀尔修斯皇帝，他对除朱莉安娜之外的任何事物都毫无兴趣。莱利亚被当成舞台道具一样摆设，只为凸显其他人的生活。在原著故事里，莱利亚是个无人疼爱的女孩。回想完这些，莱利亚回到了现实，那场景如此特别，以至于她记得清清楚楚。莱利亚抱着一只小小的白色兔子玩偶，走向奥斯卡。我们来这儿，是因为我想把这个给你，奥斯卡。这是一个能带走人们痛苦与悲伤的玩偶。队长还挺会胡诌的。罗密欧嘲讽道。格里菲斯撇了撇嘴，满脸不屑道：因为这真的太幼稚了。你和我们同龄吗？有时候我真的很怀疑。听到格里菲斯这么说，莱利亚浑身一颤。说实话，他感觉像被人捅了一刀。因为和这些家伙不同，他才7岁，但他觉得自己比他们成熟，毕竟他有着前世的记忆，能像成年人一样思考。莱利亚嘟囔着，跟其他男孩道了晚安，然后离开了房间。接着他走进隔壁自己的房间，爬上床，看到那只白兔玩偶时，他笑了。莱利亚很快就紧紧抱着玩偶睡着了。天亮了，窗外大雨倾盆，闪电划过。利奥，莱利亚被人摇晃着惊醒过来，他揉了揉眼睛，看到一脸慌张的罗密欧。奥斯卡又发病了，我正打算去叫牧师。听到这话，莱利亚一下子跳了起来。每次奥斯卡发病都叫牧师，这可不行，要是一直这样，他们会怀疑奥斯卡被恶魔附身的。莱利亚抓起桌上的包，跑到隔壁房间。醒过来的孩子们打开灯，一脸茫然地看着奥斯卡。奥斯卡，莱利亚走到跪着浑身发抖的奥斯卡身边，迅速检查他的瞳孔。奥斯卡没事的，什么都别听。莱利亚像上次一样，捧着奥斯卡的脸，轻轻拍着安抚他。被困在噩梦中的奥斯卡害怕地望着空中，泪水不停地从他红红的眼睛里流下来。莱利亚捧着奥斯卡的脸，凝视着他。莱利亚不停地轻声说着。慢慢的，奥斯卡的瞳孔开始恢复正常。你怕雷声吗？听到莱利亚的问题，奥斯卡点了点头。当天下雨的时候，我父亲看来给奥斯卡留下创伤的那天，也下着雨。没什么好怕的，只是下雨而已，什么事都没有。莱利亚说着，把放在床上的玩偶拿了过来。奥斯卡接过莱利亚给他的玩偶，紧紧抱住。莱利亚把奥斯卡放在床上，给他盖上毯子。他转过身，看到孩子们脸色苍白，一脸疲惫。罗密欧之前见过这种情况，但其他孩子今天似乎是第一次见到。他不会是被恶魔附身了吧？卡利克斯突然皱起眉头。莱利亚赶紧把脸别到一边。奥斯卡可能已经习惯了，只是眨了眨眼睛。莱利亚走到卡利克斯身边，抓住他的脸颊，掐了一下。格里菲斯抓住莱利亚的胳膊问道：那他到底怎么了？你知道吗？哎，莱利亚深深地叹了口气。窗外雨还在下着。好吧，我会告诉你的。我之前跟罗密欧提过这事。我认为奥斯卡并没有被恶魔附身，原因是